比特币成功突破了吗？我们会不会继续创出新高？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先看到比特币的周线图表，我们可以发现呢，目前比特币已经创造出了历史新高，创下了史高。我们可以先测量一下，我们现在是2024年的11月初，我们从底部，从最底部到顶部呢，我们大概走了300多%的涨幅，接近400%。其实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上轮牛市，如果我们从最底部一直到4年前，也就是2020年的11月初的时候，我们来稍微测量一下2020年的11月初，那我们大概也是涨了300多%，接近400%。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呢，我们在相同的时间点同样周期相同的时间点的对应之下呢，我们的涨幅是相同的。可是我们都知道，随着比特币它的减半次数呢增加，它的时间变长，加入的人还有流入的资金呢，也会因为市值已经增加了，然后越来越受限制，所以比特币的涨幅也会开始慢慢变小。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在2025年跟上一轮2021年的这2轮牛市呢，我们在相同点位的时候，我们所产生的涨幅居然是相同的。那很有可能呢，因为我们这轮牛市有 ETF 的关系，所以它的涨幅呢会远比大家想象的要更夸张。像我们上一轮牛市是20倍嘛，那如果根据我们过往的周期呢，我们这个涨幅都会减小非常非常多。不过我们这轮牛市有 ETF， 所以很有可能会出乎大家的意料。至少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这轮牛市2025年牛市的涨幅呢，它是绝对不逊色于2021年的。好，那我们再观察另外一个小规律，也就是我们现在突破的历史新高嘛，对吧？我们在过往呢，但凡突破的历史新高，我们前面所触及的高点，它就再也没有回来过。那对于我们当前的盘面来说，大概是在69000左右的位置。你可以发现呢，我们之前就在这个位置它连续受阻了几次，在上一轮牛市有碰到2次。那我们在这个牛市呢，第一次碰到的时候，它产生了蛮强劲的阻力，然后我们也受阻震荡了很久。不过我们在现在呢，终于把它给突破掉了。我们在过往只要前高点被突破，它就再也没有回来过。而且呢，我们前高点突破之后，大概在8个月到12个月之内，也就是最多1年内，我们就一定会见到牛市的顶部。我们会稍微观察一下像我们上一轮牛市呢，我们就是在2万碰到顶部的，我们在顶部突破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那我们自从顶部突破呢，一直到我们牛市结束大概也就329天而已就是在1年内，大概11个月。而且你要看我们2万是前高点嘛，突破后就真的再也没有回来了。而且我们突破后，我们就光这4个礼拜的走势，就1个月它就从2万直接走到了4万，就直接翻倍，就1个月内就翻倍了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上一轮牛市，在更上一轮呢，也就是2017年这一轮我们在突破前高之后呢，一样再也没有回来过。而且我们在突破前高的231天非常短的时间7、8个月的时间，我们就看到了牛市的顶峰。那我们现在突破了，所以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在1年内牛市的顶峰呢就会出现了。然后我们在更早之前2013年其实也是如此的，但凡突破了前高，它就再也没有回去过。突破之后呢，我们隔1年以内当时是266天266天的话也是非常短的时间可能也就是9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就见到了牛市的顶部了。所以当我们在突破前高之后呢，顺利突破前高，我们就可以预示着牛市很快就结束，而且它接下来的涨幅呢会是最疯狂的。好，那我们再把级别呢看到我们这一波的突破吧。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这次的突破它在突破前高点的这2根 K 线呢，都创出了非常大的量能。其实量能呢，它可以帮我们标示是否是价格做出了很重要的这种动作。比如说我们在触及我们这个区间的顶部的时候呢，我们的量能会显现，然后我们在做这种正仓的时候，把最后的筹码给逼出来，量能也会显现出来。然后就是现在我们现在要突破这个箱体的时候呢，量能也会出现。所以可以发现我们在做重要动作的时候呢，量能都是一定会配合上来的。那我们再把级别呢再给它切小一点点的，我们切到日线上吧。在日线上呢，一路走来我们始终如一，我们都是观察那几个突破的标准比如说趋势线，我们都创出了新高，趋势线肯定是没有问题，它肯定是突破了，肯定是破掉了。那再来是我们前高点大概在
7万左右的位置也突破掉了。那最后呢，就是历史新高，我们顺利的突破出历史新高。而且你可以发现什么呢？我们在川普当选那一天啊，你可以发现他所创下的量能呢，是我们近期最大的。在11月6号所创下的量能呢，是我们在整个震荡箱体当中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哦。我们上一次要有这么大量能呢，要一直看到8月5号了，也就是暴跌那一次。那其实这种量能呢，跟这种 K 线的状况啊，它已经符合了突破的标准了，是没有问题的。虽然说我们现在基本面呢还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是我们在技术层面上呢，确实所有的这种客观的标准呢，都已经可以显示它已经确实突破掉了。那如果对于多头来说啊，我们这根暴拉的 K 线啊，它的底部就非常重要，大概在6万9的位置，这里绝对不能被吞回来。虽然说我们在前面走的是比较弱势的，你可以看到我们从4万9一路一直到7万2的这一段，它其实都是前进3步后退2步都很弱势的。可是我们如果但凡做出了突破，那突破之后呢，就要一路的强势，它绝对不可以再有任何比较强大的供应了。再有强大的供应呢，那都是完全不行的。我们会看到我们过去的几次突破呢，都是这个样子。比如说我们当时在4万出头的突破，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段的突破这没有问题嘛？它走得非常顺畅，而且没有什么供应。然后我们当时呢，在3万出头左右的突破也是的，它前面虽然说走的不是很强，但到后面呢都走得非常强，包括调整也都一直走得非常强。好，那我们再把级别再切小一点点目前来看的话，其实走的还算是蛮健康的那我们接下来一定要看到它在每一天不断的创造出历史新高、历史新高、历史新高，然后回调都要走得非常强势，这才是一个健康的突破。我们再很快的看一下以太坊吧。以太坊的话呢，它也是做了很重要的突破，尤其以太坊呢，至少在这一次的上涨当中呢，走的是比比特币要来的更快。你可以发现我们在过去的2-3天它上涨的幅度就非常夸张我们在过去的3天内，它就上涨了25%，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多尤其对于以太坊在过去来说相对弱势的标的。那当然以太坊它开始转强的时候呢，它会转强走强很长一段时间它会从某一个时间点开始呢，就一直走得非常强那现在来看的话，我们还比较没办法确定这件事情，但是也不是不可能它有可能就从现在就开始了。所以我们现在确实是可以高看以太坊一下了。尤其以太坊它做了很重要的突破，像是我们在这个位置，我们到后面呢就慢慢走成了收敛，然后它顺利突破了，而且突破的时候是带有很强大的量能的，所以这没有问题。那现在对以太坊来说呢，最重要的就是在2900、3000左右的这个阻力，你可以发现我们前面是扮演很重要的支撑角色，那我们跌破之后呢，就变成阻力了。那现在来看的话，虽然说它是有稍微受阻的这种情况中，稍微可是当我们遇到了这么强劲的阻力呢，我们居然回落的幅度呢，它还能维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那就表示这里的阻力其实对于当前的多头来说，已经变得不是很强劲了。我相信随着比特币继续往上走，以太坊它也会把这个区域给突破掉。那只要这里被突破掉的话，我相信对于以太坊来说呢，就会它的走势就会变得强势许多。那如果你对于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500的仓位，这真的非常非常优惠，而且这个是有时效性的。那如果你想开仓的话，比如说你想做这波多头，非常欢迎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昨天呢出现了历史上最高、历史上最多的单日流入，我们一天就流入了13亿，对，你没有听错，13亿7300万的美金，相当于2万颗，很接近2万颗的以太坊了。光贝莱德一家就流入了11亿1900万的美金的流入量这是非常夸张的。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过往的流入数据当中呢，最多的一次也就是在3月12号，当时一天是流入了10亿0500万当时是一天流入10亿0500万。那我们在昨天呢，一天就流入了13亿多接近14亿的流入量，这是非常夸张的，一天就买了2万颗。你要知道币安里面全部也就是66万7000颗的比特币而已所以这样的流入量呢，绝对是非常非常足够的。我们现在有非常充足的资金，然后又有消息面把这个盘面呢顺势的给突破掉了。那我们要观察的就是接下来它有没有把这个强劲的走势呢继续延续下去。好，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们在川普当选当天呢，很多跟加密货币相关的股票都上涨了，包括
标普也上涨了。其实，在过往呢，美国总统当选之后呢，不管是谁当选，都会有一波庆祝行情。那 Coinbase 呢，在川普当选的当天呢，就上涨了30%。你要知道，Coinbase 它是在美国最大的交易所，而且呢，它也是上市公司啊。对于一间有一定规模的上市公司来说，在纳斯达克交易的股票，它一天要涨30%，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涨30%呢，也已经是 Coinbase 上市以来单日最高的涨幅了，单日最高、历史最高的涨幅。所以你就知道，川普当选对于加密货币是有多大的利多。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呢，我们所做最新的利率决议，我们在这次呢降息一码。我们这个时候就不得不来说说川普他的政策。川普的政策呢，接下来就是要加高关税，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呢，最近美元指数疯狂的上升，就是由于川普的政策的预期。虽然说他还没有上任呢，他真正上任呢，开始做他的这些政策的时候其实要到明年的1月了，而且他这一次是只有4年他没办法再连任，所以他有什么事情，我相信他是一定会把它赶快做出来的。那川普他对于利率的决议呢，比如说他会希望美国接下来要降息的更加速点也就是要赶快把利率呢压到比较低的水准，而且我们资产负债表在过往呢，自从2022年以来呢，一直是在缩表的对，一直在缩表。那这对于资产的价格来说，绝对不是太好的状况。那川普上台之后，很有可能他会慢慢就把这个政策做调整，慢慢把资产负债表呢，然后扩充。那么这些资产的价格，尤其像比特币，就会获得疯狂的上涨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我们当时2020、2021的行情。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